现在是8月3号的凌晨2点51分啊，然后8月2号下午的时候就跟朋友聊天嘛，然后心血来潮就想去做这个手术，然后昨天下午的时候也是跟家人讲清楚了，今天8月3号早上预计是9点去医院里边啊，先去挂个号，先给医生看一看，做一下检查。现在大晚上的有一点点睡不着，感觉挺害怕的，有点后悔。OK， 现在是8月3号早晨的8点10分，已经跟朋友约好了，现在先出去吃一个早饭，然后吃完之后呢，8点半到9点之间，我们先进去挂号，然后做一下体检等等的。现在是8月3号早上9点15分，现在已经看完了门诊，然后门诊这边是跟我说要来这边这个中心，然后现在已经上去看了科室的医生，看完以后已经决定说要做了，所以下来弄了一下病历本，现在要打算上去了。现在是8月3号9点45分，已经套上这个小环子了，一会儿去抽血做一下心电图。现在是8月3号早上10点，在这个换药室的门口等通知做抽血。刚才已经问过了，就是割的话是在楼上割，这层楼只是单纯的换药。然后刚才里面有一个小孩叫得跟杀猪一样，现在不仅是我，这周围这几个都非常的。现在10点整开始抽血，现在是8月3号早上9点23分，现在已经所有手续办完了，现在去找那个医生了。好了，现在是8月3号的10点58分，刚才已经进去把毛全刮了，现在准备去了。现在是8月3号的11点03分，已经到这个麻醉科门口了。A few moments later， 现在是11点52分，我已经坐了3轮回家了，美美的吹上了25度的空调。但是现在感觉，在那个的下半部分酸，有一点点开始痛了，就差不多是划伤的时候那种感觉，但是它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剧烈，而且只有下半部分有。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58分，现在这个一整圈都开始有感觉了，而且，痛感越来越强烈。它从原来的这个比较缩的状态开始慢慢的膨起来了，已经开始有点难以忍受了，感觉火辣辣的。现在是12点01分，痛感比原来更强烈了，现在一整圈都感觉是被橡皮筋紧紧的勒住一样，现在已经慢慢的有一点点不能忍受了，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更加的严重。现在是12点02分，痛感比之前更强了，就好像是有一个钻头钻到你的皮肤里面左右动，那种感觉已经感觉快要忍不住了。我现在坐在椅子上呢，都是要把那个位置缩进去，因为总觉得缩进去会好受一点点。如果直立的站起来的话，会拉扯到那个伤口，就会比现在更难受。现在是12点04分。我现在已经不能够非常大口的深呼吸或者是走动了，因为只要我比如说腹部一用力，就会导致下面那块地方呢，它会有一点点晃动，然后晃动的时候呢，它的那个疼痛感会比你直立不动的话更痛苦一些。12点05分，现在感觉药效已经完全过了，我现在坐着，中间的这个肢体缩下去的这个方式现在已经有点不顶用了，我现在只能是站起来，然后把两腿稍微岔开一点点，上半身趴下来去撑着这个床，现在已经有一点点那种，它的痛感是，比如说基础一共有10级的痛感，基础痛感有5到6级，然后呢，它就会以这种突的这种感觉，以一个7级痛的这种方式一直在弄着你，让你感觉会比较难受。现在是12点09分，现在的感觉比刚才更痛一点，现在可能是能达到一个8级左右，然后更糟糕的是，就你只要感觉到有痛感，你就会忍不住的这个，它会有点膨起来，但是你只要膨起来一点点的话，又会被那个表面的那个东西包的很难受，就感觉给束缚住了。因为你平时都没有那层东西，现在有外面的这一个包裹的话，就会导致你本能的会想要膨起来。刚才吧，我套了一个衣服，套了一个裤子，然后但是我的那个东西，它是放出来的，它没有塞到里边去。然后那个外卖员说他已经放在门口了，叫我出来拿，然后我就把门打开了嘛，我以为他已经放在那边了。然后门打开了一个门缝之后呢，他从下边走上来了，然后吓得我直接一缩，然后把那个缩进来了。
就挺尴尬的。然后他刚才还以为我有遇到了什么事了，然后他也吓了一跳，但还好，就东西是拿到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吃，好吧？点了个稀饭，点了个那个茄子炒肉，还有一个什么木耳炒肉，好像。现在是12点21分，已经逐渐习惯这个痛感了，就没有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么难受了。今天这个2个菜1碗稀饭，但是稀饭的话，这么稀的稀饭，他没有给我配勺子，只能用筷子吃，还是有点没胃口，就不太舒服吧。Several days later. OK， 现在是8月7号啊，距离我8月3号做手术已经过去5天了。然后今天呢是去医院，已经把那个包扎给拆掉了。前2个视频呢只讲了去医院的流程，还有就是做完手术回家之后的一个体验。那现在我来讲一下手术的过程，以及我术后回去之后是怎么处理这些情况的。在进去之前呢，他会先把你的毛刮掉，但是我自己比较建议，如果你们也要去的话，最好在家里面自己拿那个手动的剃须刀啊，自己去刮。因为医院里边呢用的也是那种手动的刮刀，而且他们那个医生吧，就是不太细心，他们很赶时间，就像杀猪一样，就拿过来之后刮，就直接给你刮下来了。所以刮完之后呢，就那块地方那个皮肤都已经发红了，就是很辣很烫。你在家里的时候呢，反正不赶时间，你就慢慢的去刮它，把它刮的就像没有一样，尽量刮短嘛。进手术台之前呢，医生会给你拿一个这样的卡片，长条的，然后上面有各种尺寸啊，小的、中的、大的呀，然后他会让你自己把那个放进去，然后比对一下它的粗度，然后给你选一个合适的那个包皮环切器，然后你就可以拿着那个包皮环切器去手术室门口排队。就现在应该那些正规的医院人都蛮多的，因为现在也是放暑假时间嘛，就有很多小孩，就基本上2、3年级这样的特别多，都是家长带来的。然后你要去那边排队，一个一个进。然后进去之后呢，那个医生他会先给你做一个基础的消毒，拿那个碘酒，应该是碘酒。然后做完消毒之后，他会给你打麻药。打麻药的话，说实话可能是这个手术环节里面最煎熬的，因为那个打麻药的针啊，它针就有这么长。就咱正常说，比如说打屁股的针才这么长，打胳膊上1秒的针才这么长，它这个有这么长，就基本上是3厘米多了。然后他就抽点麻药，在这个根部，我那个医生是给我打了5针，就这边1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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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5针，总之就是把这个绕了一圈那根部全都给他打上了。而且为了那个效果吧，那个医生3厘米多的针头，他就只插进去了1.5厘米左右，然后给你先注射一点，然后再扎到底，再给你注射一点，然后再拔回来，再给你弯过来，把4面8方都轻微扎一下。所以说，虽然说我只被扎了5针，但是我感觉，他这样退出来一点又扎进去，退出来一点又扎进去，应该有扎了个10几针，这个是最痛的。但基本上不是小孩子的话都可以忍得住。然后扎完之后呢，那2个医生他就会开始帮你修剪，比如说，你的系带太长了呀，或者说你系带比较宽比较厚，那他就会去选择把那个地方剪一刀什么的。等他把这些能修的边边角角全都弄完之后呢，就会上那个环切器。然后环切器基本上就是像这样的东西，然后把它套在这里边，套完之后呢，它就这上面有个东西啊，给你一摁，然后你的包皮就被整个切下来了。不止如此啊，你的这个冠状沟往下就是还是皮的位置，它这边会给你打一圈的钢钉，那个钢钉实际上就和订书钉一样，订书钉咱不是这个样子的嘛，然后给它一个压力，哎，它就变成这样，几乎就是1字形的了。那这个也不例外啊，但是这个是比较小的，基本上应该是3毫米这样吧，就打一圈过去，打完一圈呢，他再给你消个毒，再拿纱布包扎一下啊，你就可以了，就到下一个人了。这整个过程不超过15分钟，因为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小的手术吧。你出去之后呢，是没有任何感觉，然后那个医生他会告诉你说，你去哪个地方去领一下你的止痛药啊，止痛药它就用的是这种白白的。白白圆圆的，然后表面甜甜的，我不知道这个是叫什么。它这个药有给了7、8颗，基本上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就可以马上吃1颗，因为麻药的药效听说啊只有30分钟，然后你做出来之后还有个10几分钟的麻醉期，这个时候你要提前把这个止痛药给它吃了，吃完之后10来分钟起效果了，正好那个麻药的药效也退了，就会感觉舒服一点吧。做完这个手术吃完要尽快的回家吧，尽快吹着空调吧，因为它再往后
我那时候好像是11点多回去的，我疼到下午3、4点这个样子，就疼了有5、6个小时，然后后面就没什么感觉了。你只要不动它都不疼，而且因为它打的那个麻药吧，应该是有副作用，所以说你做手术的第一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你睡得特别香，就至少我是这样的，我第一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压根就没有这种被疼起来的这种情况出现，而且也不会睡1、2个小时就摁起来，然后就站得很不舒服。3号做的手术，4号的时候医生有叫我们再去医院，就是检查一下，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然后没有问题的话呢，5号就过来给你把那个包扎给它拆掉，然后给它换一次药。然后7号的时候就最后再去一次。如果没有发炎什么的症状的话，就是可以直接拆掉了。如果有发炎的症状呢，估计就是还得再换药换1、2次。医生是说我这个恢复的蛮不错的，所以说就直接拆了，然后回去等着就行，等那个钛钉脱落。第一次换药的时候我是不疼的，他把那个纱布拆下来，顶多就是拆到最里边贴着皮肤的那圈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敏感，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它不会有任何的痛感。今天去拆的时候，胶布从我系带那个地方拉下去的时候，那个就特别痛。我估计是因为它那个粘性比较好，再加上系带它才刚刚露出来嘛，所以说在撕的时候就比较脆弱，一扯就很难受。现在系带和打钛钉的那一圈还是有一点点红红的，就应该是之前做手术渗出来的那个血。估计再过几天那个伤口就好了，然后就只要等个2、3周这个样子，等它钛钉自然的脱落就可以。前面说了嘛，我前2天睡觉都是睡得特别香的，但是从第3天开始，第3天、第4天就是昨晚还有前天晚上我睡觉就特别煎熬，晚上永远都是11、12点就睡觉了，然后睡个1、2个小时，2点多的时候半夜它又摁起来，然后它就整个就肿起来抵在那个地方嘛，就疼得睡不着，然后你一直在那耗着呢，它又软不下去，那你就只能说站起来活动一下，或者去上个厕所。2个晚上基本上都要个7、8次，就都得起个7、8次，或者说站起来转移一下注意力啊什么的7、8次。你刚做完手术的时候，因为那个包扎它是有压到你的系带的，然后再加上你的整个头都裸露出来了嘛，那你的头就会和你的裤子会有一定的摩擦，所以说你在尿道口那块地方呢，它会肿得比较大，所以你上厕所的时候它永远都是4面八方到处甩。就有的时候分叉分2个，有的时候分3个，就很有可能会尿到地上啊，尿到鞋上，尿到衣服上，尿到内裤上。我自己研究的一个方法就是拿2张纸，然后把它这样子一边手拎着，然后把你的那个小宝贝放到这里边来，然后让它整体朝下，这样的话它正常排尿的时候就不会到处乱溅，而且因为这个是朝下的嘛，你从这个地方开始尿，它顶多就是水吸到这个地方它是不会碰到它是不会打湿你的那个绷带的。刚做完手术那2天晚上睡觉的姿势，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第1天晚上我是挂空档睡的，而且调整了很久的弹道吧，终于把它调整到一个它自己会这样趴在这个地方，然后又不会碰到自己的腹部的一个方式。因为在做手术前呢，它是把你的那个毛全部都刮掉了嘛，然后那块地方的毛呢，第一个是它很密，第二个是它长得快，第3个呢是它就像是理了寸头一样，它的头发针就基本上都有个2毫米这样的，就是挺扎人的。然后你的那个头又是刚刚对吧重获新生的，所以经常晚上睡觉睡得半半的，稍微一侧身，往那上面一扎，整个人都会扎跳起来。第2个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是穿着内裤睡的，就把我的头抵在内裤的那个尖角的位置。除了第2天睡起来之后呢，你的那个头会比较干，可能会有一点点发黑发紫，但是你摸上去就是单纯的比较缺水的那种情况。再来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割因为从初2开始我就感觉说，我这个好像是有点太长了，我就想去割。因为那个时候班上也有其他的同学他们都割了嘛，但就一直没好意思跟家人讲，所以到现在为止我算了多久了，应该有个7、8年了吧。就现在你说正好这段时间又有空，然后也不是那么的羞于启齿了，然后加上我的朋友又都在这边可以陪我去，所以就直接定好了，第2天就直接赶过去割了。那我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我这个是包皮口过窄。就咱正常人，你说这个过长是咋样的？比如说一个毛衣，它正常领子到这儿嘛，然后过长人家是这样的，到这个地方的，但是人家这样正常拉的话是能拉得下来。那我就属于这个包皮口过小，就是本来就是这种高领的这样的毛衣，然后呢再把它往上面拉一点点，对不？到这个角度，如果你想要翻下来的话，这个已经很紧了嘛，再往下一翻就会勒得你的头很难受，就不是拉不下来，而是拉下来之后摁了的话，你会感觉很难受就是给勒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想着索性就把它割了呗。8月2号我做这个决定的下午，我就一直在想，我到底
要怎样跟家里人讲？就虽然说去都是我自己去吧，再加上我也成年了，我可以自己签字啊什么的，对不没问题。但是总感觉这个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总得打声招呼嘛。所以就趁我家里人上班之后呢，我就给他发了一个这样的微信。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不尴尬的情况了。第一个是最好是和你爸说，因为你爸毕竟也是一个男的嘛，对吧？然后第二个呢是最好不要有那种什么各种包皮过长的这种词，因为我觉得说出来就比较尴尬，所以我自己就找了一张那个图，然后我说，哎呀，我好像有点过长了，我想去看一看，对吧？用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第一个你不会觉得特别尴尬吧，就是没法启齿。第二个呢是很好的就传达了说，哦，你可能有点这个问题。然后第三个是我要去看一下医生，征询一下医生是怎么说的。咱中国人对这个说法都比较重视嘛，就是有病你就去治啊，比如说你胃疼你什么的，你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对不对？咱就赶紧给他治了。刚割完的时候头部是比较敏感的，就在裤子上不小心蹭一下都会感觉有点受不了。但是后边现在应该4、5天了吧，就已经这个感觉已经在慢慢的适应，慢慢在缓解了。希望快点好吧。你想不想割，这是取决于你自己的。你如果想割，而且又下决定去割了，那你去正规医院看一下医生，听一下这个泌尿外科的专业的医生的建议。如果他们也是觉得说你这个情况可以割啊，那你这个割就没啥问题。如果你就一丢丢的过长，你自己也不是很想割，那最好咱就是别遭这个罪了。你们看看我嘛，这刚割完的4、5天，对吧？要不然就是疼的要死，要不然就是晚上觉睡不好，睡1、2个小时就要起来起夜一下。行吧，那这期视频就这样。